夜深人静时，看着身边熟睡的孩子，你有没有在心底偷偷问过自己一句话：这孩子到底是来报恩的，还是来讨债的？同样是生儿育女，有的人收获了知冷知热的贴心陪伴，而有的人拼了命把最好的给孩子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争吵、疏离，甚至是一身疲惫和满腹委屈。你可能常常纳闷，为什么亲情会变成一场让人心力交瘁的严重内耗？如果你正经历这样的痛苦，请先放下自责。今天的内容，我们将借由弘一法师的通透智慧，揭开父母与子女之间跨越累世的4种缘分。看完后，你将会对身边的孩子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，找回内心的平静，让你的后半生不再被亲情所困，并学会如何把讨债的恶缘转变成你后半生最大的福报。佛语有云：前世因，后世果。其实，儿女和父母的相遇，在冥冥之中早就已经注定好了。弘一法师曾经说过一句无比通透的话，他说：一切烦恼皆源于执着。我们身为父母，为什么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会感到那么痛苦，会觉得心里有一个结，怎么解都解不开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子女这2个字有着太深太重的执念。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孩子当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，当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。我们把自己未能完成的梦想，把自己对未来的恐惧通通打包，沉甸甸地压在孩子的肩膀上。我们总觉得，我生了你，养了你，你就应该要按照我铺好的路去走，你就应该要出人头地，你就应该要懂得感恩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，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运作规律。佛教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叫做缘起性空。什么是缘起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件事是凭空出现的。今天这个孩子会投胎来到你的肚子里，会成为你家里的一份子，不是偶然，而是你们过去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业力，在各种微妙的因缘际会下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。这就是所谓的定数。既然是缘分牵引而来，这份缘就有深有浅，有善也有恶。佛家常说，子女与父母之间不外乎就是4种缘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打个比方吧，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就像是一棵大树和飞来停留在树枝上的鸟儿。鸟儿因为某种缘分飞到了你的枝头上筑巢，我们能做的是给它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，用爱和阳光去滋养它。可是很多父母的做法是什么？是急着买一个金丝鸟笼，把这只鸟死死地关在里面。我们以为这叫做保护，这叫做爱，但其实这种充满控制欲的爱，就像是手里抓着一把沙子，你握得越紧，沙子流失的就越快。你越是强求孩子要符合你的期待，这份缘分反而越容易变成一种互相折磨的恶缘。弘一法师在出家前也曾为人父，但他最终选择放下了世俗的牵绊，因为他看透了，生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。子女只是我们生命旅途中的过客，是来帮助我们完成某项功课的。当我们明白了因缘的道理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强求不来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死死抓着不放了。无论是来报恩的，还是来讨债的，这都是我们自己曾经种下的因，如今结出的果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改变自己看待这份关系的视角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，那些真正来报恩的孩子，身上到底具备了什么样的特征，而我们又该如何把原本看似普通的缘分，转化为家庭里最大的福报。
著名作家龙应台曾经写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，他说：父母与子女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，你就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。这句话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为人父母的心。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拼了命的栽培，我们给孩子报最好的补习班，花大把的钞票送他们学才艺，心里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，能考上顶尖的大学，能飞得越高越好。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，老李是个人人羡慕的父亲，他的儿子从小就是学霸，一路保送，最后拿了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，现在在国外的大公司当高阶主管，拿着优渥的薪水，甚至在那边结了婚，定居了。我们都有那种通讯软体上的亲戚群组或是老同学群组，每天早上群组里总是叮叮咚咚的响个不停，大家传着一张又一张配着莲花佛像或是风景的早安问候图，但在这些嘘寒问暖的背后，往往也是长辈们暗自较劲的战场。谁家的儿子今年又升官了？谁家的女儿在这个月又带父母去了哪国旅行？谁家的孙子考上了第一志愿？老李每天看着群组里的这些讯息，以前他总是第一个跳出来分享儿子在国外寄来的高级保健食品照片。每次亲戚朋友聚餐，老李也总是特别有面子，大家都夸他真会教孩子。可是真实的生活是什么呢？几年后，老李的太太生病住院了，需要动个大手术。老李一个人在医院的走廊里跑上跑下，排队挂号、办手续、拿药，累得满头大汗。他给远在国外的儿子打了一通视讯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儿子看着手表，满脸歉意地说：爸，我这里马上要开一个很重要的会，实在请不了假，我待会先汇一笔钱过去，你请个最好的全天候看护照顾妈，你们自己多保重。电话挂断了，老李看着手机荧幕上冷冰冰的转账通知，再转头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太太，那一刻，病房里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。现在的老李看着病床上的老伴，连点开那个长辈群组的勇气都没有。这种热闹背后的冷清，这种看似拥有一切却在关键时刻无人可依的痛，是一把无形的刀，一点一滴地消磨着老人的心。再多的骄傲，再多的面子，都掩盖不住心里那份深深的无力感与孤独。对比之下，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。隔壁邻居老陈，他的女儿从小成绩就普普通通，数学常常不及格，也没考上什么名牌大学。毕业后，就在离家不远的一间小公司做着朝9晚5的行政工作。老陈以前也常为这女儿叹气，觉得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，以后可怎么办？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，老陈就会骑着他那台骑了10几年的老旧机车，噗噗噗的到附近的早市去买菜。早市里人声鼎沸，卖菜的阿嬷、卖鱼的阿伯都跟老陈熟识。老陈总是精挑细选，买女儿最爱吃的蛤蜊和排骨。他说，女儿平时上班辛苦，午餐都随便吃便当，周末回来一定要帮她好好补一补。到了周末傍晚时分，巷口远远传来了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垃圾车音乐声。女儿听到声音，连拖鞋都来不及穿好，就急急忙忙地拎着2大袋分类好的回收物和垃圾，拉着老陈的手说：爸，你膝盖不好，别跑，我来拿就好。父女俩站在巷口，和左邻右舍有说有笑地等着倒垃圾。倒完垃圾，两人散步去附近的街角，买2碗热腾腾的豆花，边吃边聊着这礼拜办公室里发生的大小事。老陈家里水管漏水了，
灯泡坏了，女儿一通电话就赶回来处理。老陈要是稍微有点头痛脑热，女儿二话不说，马上请假，骑着机车带老陈去诊所看病。老陈虽然没有可以在亲戚面前炫耀的资本，但他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踏踏实实，热热闹闹。各位朋友，看完这两个故事，你觉得谁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？佛教里常说，搬柴运水，无非是道。那些最深刻的禅意与修行，其实都藏在这些最平凡的生活琐事里。古语有云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那些成绩优异、能力拔尖的孩子，注定是要属于天空的。他们为了事业，为了理想，只能远走高飞。而那些看似平凡、普通的子女，却能常常守在父母的身边，知冷知热，成了父母晚年生活里最真实的人间菩萨。在佛教经典《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》里，佛陀曾经详细讲述了父母养育子女的10种恩情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父母的恩德比山还要高，比海还要深。一个人就算把父母扛在双肩上，绕着须弥山走上100劫，也报答不完父母的恩情。那么，什么样的孩子今生是来报恩的呢？就是那个一直守在你身边，虽然没有太惊艳的成绩，没有大富大贵，却有一颗柔软的心，懂得体恤你的辛劳，愿意用时间来陪伴你的孩子。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善缘显化。我们很多父母痛苦，是因为我们用世俗的标准，金钱、地位、学历来衡量一段姻缘的好坏。我们觉得孩子没有出息，就是来讨债的。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傲慢与执着。弘一法师的智慧告诉我们，世间的一切都是平等的。那个看似平庸的孩子，其实是上天派来保护你的天使。他们或许没有能力给你金山银山，但他们给了你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，叫做陪伴。不要再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飞得多高、多远了。只要你的孩子品行端正、善良坚强，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那又何妨？平庸不是失败，守在父母身边的平庸，反而是一场跨越累世最深情的报恩。因为他们用自己平凡的一生，成全了父母晚年的安稳与幸福。这种天伦之乐，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报。既然明白了平凡的孩子是善缘的显化，那么那些懂得发自内心感恩的孩子，又和父母有着什么样的宿世姻缘呢？这就要讲到我们佛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业力流转。刚才我们说到，平凡的孩子留在身边是一种善缘，那么这份善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佛教经典中提到，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4种甚深的因缘，分别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这4种缘分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，把我们生生世世牵绊在一起。我们先来讲一个关于报恩的民间公案。相传在过去某个朝代，有一年冬天，大雪纷飞，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天气冷得连河水都结了厚厚的冰。村子里有一位姓林的老爷，他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，但心地非常善良，平时就喜欢乐于助人。那天清晨，林老爷打开家门，原本只是想看看院子里的积雪，却赫然发现门口的雪地里倒着一个衣衫褴褛、奄奄一息的流浪汉。这个流浪汉已经饿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浑身冻得发紫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林老爷二话不说，赶紧把流浪汉请进屋里。在佛教的布施精神中，有一种极高的境界叫做3轮体空，意思是在做善事的时候，心里没有施恩的我，没有受恩的人，也没有所施舍的物。
林老爷当时的心里完全没有想到要对方回报，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施舍感，他只是出于内心最纯粹的慈悲，不忍心看着一条生命在自己眼前消逝。他把自己身上穿着的厚棉袄脱下来，披在流浪汉身上，接着他又亲自到厨房熬了一大碗热腾腾的浓粥，一口一口地喂给流浪汉吃。就这样，一碗热粥，一件旧棉袄，把这个流浪汉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。流浪汉缓过气来，知道自己遇到了一生的大恩人。他临走前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林老爷面前，眼里含着泪水，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，发愿说：恩人啊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今生无以为报，若有来生，我愿做牛做马，也要投胎到您膝下，报答您的恩情。佛法说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这世间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在虚空中留下印记。林老爷当年那一念无私的善意，在宇宙的法则中种下了一颗无比纯净的善缘种子。后来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，林老爷到了晚年，老来得子，这个小儿子从一生下来就特别乖巧懂事，别人家的小孩都在外面贪玩调皮，他却总是守在父母身边，帮忙打理家务。父母若是生病了，他更是衣不解带地在床前伺候，连一句怨言都没有。周围的邻居都羡慕林老爷，说他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，生了这么一个大孝子。其实哪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福气呢？这个懂事孝顺的小儿子，正是当年那个在雪地里喝了一碗热粥的流浪汉转世而来。他带着前世的感恩，跨越了生死的界限，只为了在今生用自己的一生来回报当年的那一丝温暖。这就是佛家说的报恩之缘。把视线拉回我们现代，大家可能都看过一则非常感人的公益广告。广告里，一位年轻的妈妈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，端着一盆温水走到自己年迈的婆婆面前，轻轻地为婆婆脱下袜子，仔细地帮婆婆洗脚。而这一幕刚好被她年幼的儿子看在眼里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位年轻的妈妈回到房间，却看见自己才刚满3、4岁的儿子，双手吃力地端着一个对他来说太过巨大的水盆，里面装满了水，水盆太重了，小男孩走得踉踉跄跄，水都洒到了地板上，但他还是努力地走到妈妈面前，扬起稚嫩的小脸，笑着对妈妈说：妈妈，洗脚。那一刻，年轻的妈妈欣慰地笑了，眼眶里闪烁着感动的泪光。俗话说，羔羊上知跪乳，乌鸦亦求反哺。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，会发自内心地关心父母，竭尽全力地为家庭付出。他们不会把父母的辛苦当作理所当然，更不会因为父母给的不够多而心生怨恨。很多父母会问，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懂得感恩，我的孩子却总是觉得我欠他的？这时候，我们就要回到佛法的底层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。在业力的流转中，一个家庭能够养育出懂得感恩的孩子，这绝对不是偶然，这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报。而这个福报其实是你自己修来的。如果你今生遇到了一个心怀感恩、体恤你的孩子，请你一定要明白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你今生教育的好，更是因为在过去的无数个前世里，你曾经对他有过恩惠。也许是你曾经不经意间伸出的一次援手，也许是你曾经给予过的一个微笑，结下了这份深深的善缘。所以今生机缘成熟之时，他便乘愿而来，来到你的身边，成为你的骨肉，用他的乖巧和孝顺来偿还你过去播下的善念。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，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感恩与善意，
其实都是你过往善业的显化。但是这世间的因果有善缘，自然也就有恶缘。如果来报恩的孩子是我们修来的福气，那么那些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，甚至让我们痛苦不堪的讨债孩子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让人心力交瘁的亲情呢？刚才我们讲了报恩的善缘，但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，不是每个家庭都能那么幸运。有很多父母，他们倾尽所有去爱孩子，换来的却是无止境的争吵、叛逆，甚至是冷漠。有些孩子似乎从生下来就是来给父母出难题的，他们自私，所求无度，把父母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，丝毫不懂感恩。在我们的生活周遭，一定听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林阿姨辛辛苦苦在成衣加工厂做了一辈子女工，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存下了一笔退休金，想着晚年可以安稳度日，偶尔还能去住家附近的公庙里当志工，参加法会，帮家人祈福。可是他的儿子却整天做着发财梦，不肯脚踏实地工作。今天说要投资开咖啡厅，明天说要和朋友合伙做大生意，每次失败了，欠下一屁股债，就跑回家求林阿姨帮忙。一开始林阿姨心软，想着是自己的骨肉，怎么能见死不救？她拿出了养老的积蓄帮儿子还债。可是人的贪念是一个无底洞，儿子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觉得母亲的帮忙是理所当然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儿子竟然要把林阿姨唯一栖身的那栋老房子拿去抵押贷款。那一夜，林阿姨一个人走到附近的观音庙里，她替自己点了一盏光明灯，跪在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法像前，眼泪像决堤一样流个不停。她声嘶力竭地在心里问：菩萨，我这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每个月初一、15吃斋念佛，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我到底欠了他多少债？这辈子要被他这样折磨。后来庙里一位年长的师傅递给他一杯温水，对他说了一句深具禅意的话：施主，慈悲如果没有智慧做引导，就会变成一种纵容；布施如果助长了对方的贪念，那就不叫结善缘，而是在共造恶业。你的痛苦不是因为你欠他太多，而是因为你执着于母亲这个角色的假象，你舍不得放手，让他去承担他自己该承担的因果。这段话犹如当头棒喝。林阿姨终于明白，她以为的母爱其实是绑住儿子成长的枷锁。从那之后，林阿姨学会了带着慈悲心去拒绝。她坚决地告诉儿子，房子绝对不能动，未来的路你必须自己走。刚开始，儿子对他破口大骂，甚至大半年不回家看他。林阿姨虽然心痛，但她不再一味地拿钱填补无底洞，而是每天在佛前为儿子诵持金刚经，把功德回向给他，祈求菩萨开启儿子的智慧。慢慢的，当儿子发现母亲这座靠山真的不再让他予取予求时，他才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，找了一份送货的工作。虽然辛苦，每天风吹日晒，但终于不再惹是生非了。林阿姨的心也终于从长期的惊恐与内耗中解脱出来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像林阿姨这样的痛苦，请你先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佛家说，既然有报恩的善缘，自然就有报怨、讨债的恶缘。那些不懂感恩的孩子，在过去的生生世世中，或许与父母有过很深的过节，产生过无法化解的怨恨，所以当机缘成熟的时候，他们便循着这条业力的轨迹，来到父母身边寻仇。讨债除了善缘和恶缘，佛教里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无缘。
什么是无缘的子女呢？有时候，一个生命的到来，看似没有明显的恩怨情仇，它就像是宇宙中各种能量、业力在微妙运作时产生的一个结果。灵魂顺着这条看不见的缝隙，来到了你的家庭投胎，看似毫无定数，其实背后都有着起心动念的牵引，可能是过去生中的一个贪念，也可能是一个执着，把这份因缘给勾牵了过来，不管是恶缘还是无缘。当这样的子女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弘一法师曾经留下一句充满智慧的法语，他说：随缘消旧业，更不造新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面对过去结下的恶缘，我们要在今生坦然地去承受它，化解它，把这笔旧账给清算掉。同时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、愤怒或是怨恨，又在今生结下新的恶业，导致生生世世纠缠不清。就像林阿姨最后学会的那样，用智慧去斩断恶性循环。我们很多父母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甘心，我们不甘心自己的付出付诸流水，我们试图用爱的名义去控制孩子，用情绪去勒索孩子，结果反而造作了更多的恶业，让彼此陷入了一种无法逃脱的纠缠之中。所以，面对讨债的孩子，父母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淡与放下执着。佛法教导我们要用无为之心，行有为之事。什么叫做行有为之事？就是世间法理，父母该做的本分，我们一样都不落。我们依然要好好养育他，教会他伦理道德，尽可能让他成为一个品行端正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这叫做尽人事。那什么又叫做用无为之心呢？就是你要守好自己那颗心，不要贪求他的回报，不要捆绑他的未来，更不要因为他的叛逆而让自己陷入愁苦之中。你要明白，孩子只是借用你这个通道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他要走向他一生该走向的路，或是坦途，或是荆棘，那都是他的福报资粮，是他的因果使然，与你其实并不相干。他好了，你随喜赞叹；他不好了，你也莫要愁苦沾脸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的人生路自有他的定数。作为父母，我们能给出最伟大的爱，就是用一颗清明、充满光芒的心去滋养这个来投胎的灵魂。这世间所有的怨恨都只有一种解药，那就是无条件的爱与慈悲。在这种充满智慧的爱的滋养下，哪怕这个孩子原本是带着满腔的怨气而来，哪怕他原本福薄寡恩，也会因为你给予的光明而产生些许的改变。这就是佛家所说的转恶缘为善缘。看似父母为这个孩子能做的很少，却因为你不求回报的滋养，为这段原本充满荆棘的因缘开启了一段崭新的良缘。只有这样，过去的冤债才能真正了结。父母与孩子不仅仅是一场缘分，更是一场深度的修行啊。六祖慧能大师说过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因果、业力，还有弘一法师的智慧，但是道理听懂了，回到现实生活里，当你看到孩子衣服乱丢，考试考差了，或者是顶嘴的时候，火气还是一下子就冒上来了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修行从来都不是在深山老林里打坐，真正的道场就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里，在我们和孩子的每一次对话里。为了帮助大家在生活中真正做到放下执着，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非常简单，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跟着做的微行动。这是一份父母专属的关心修行清单，你可以把它记下来，放在心里。第一件事，面对冲突时的3秒钟止语法。
很多恶缘的引爆，往往就在那一瞬间的情绪失控。下次当孩子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，或者做错了事，你感觉到自己血压飙升，忍不住想要破口大骂的时候，请你立刻在心里喊停，不要急着开口，先做一个深呼吸，在心里默数1、2、3，就在这短短的3秒钟里，你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：我现在要说出口的这句话，是在宣泄我的情绪，还是在帮助他成长？如果你发现自己只是为了发泄愤怒，那就选择止语，也就是闭上嘴巴。这3秒钟的停顿，就是你在切断恶业的循环。你忍住了一次伤人的唠叨，你就为你们的关系积攒了一分善缘。第二件事，睡前3分钟的切断牵挂法。很多父母最痛苦的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为孩子操心，连睡觉都睡不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睡前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闭上眼睛，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画面，想象你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无形的、紧紧绑在一起的绳子，这条绳子代表着你的焦虑、你的控制欲以及你对他的过度担忧。然后想象你在心里拿出一把名为智慧的剪刀，轻轻的、温柔的把这条绳子给剪断。你在心里默默地对孩子说：孩子，你有你的人生定数，我把你的命运交还给宇宙，交还给你自己。我不再用担忧去捆绑你，我只用光和爱来祝福你。做完这个观想，你会发现肩膀上的重担好像瞬间卸下来了。这天晚上你会睡得特别安稳。第3件事，把期待转化为回向祝福。我们常常会对孩子说：你一定要考上好大学，你一定要找个好对象。这些带有强烈目的性的期待，其实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从现在起，试着改变我们说话的习惯，把所有对孩子的要求转化为在心里默默的回向祝福。当你看着孩子出门上学或上班的背影时，不要再唠叨你要争气一点，而是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福。你可以说：愿你今天平安，愿你拥有克服困难的智慧。当你不再强求结果，只是单纯地送出祝福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没有挂碍的。这种没有条件、没有束缚的善念，就是一种极大的正能量。它不仅能转变你自身的磁场，也能在冥冥之中给予孩子最大的庇护。这3个小练习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只要你愿意每天坚持去做，你会发现你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慢慢不见了。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轻松柔和起来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聊了善缘、恶缘，也聊了无缘。其实说到底，父母与孩子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。今生有缘能成为一家人，无论他是来报恩的还是来讨债的，这份跨越了千百劫才修来的缘分，都值得我们去珍惜、去觉悟。弘一法师一生通透，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：把心放宽，把期待放下，不要再用世俗的标准去衡量一段亲情的价值，也不要再用控制与执着去互相折磨。当你学会了用无为的心去陪伴，用无条件的爱去包容，用清明的智慧去接纳，你会发现这世间真的没有化解不了的冤结，也没有转变不了的恶缘。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，因为他们的到来，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无私的爱，也让我们在不断的挫折与原谅中遇见了那个更好、更成熟的自己。在今天这支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刻，我想诚挚地邀请各位有缘的朋友，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你对孩子的祝福，或是一句简单的善言。你可以写下：
愿化解累世为缘，结今生善缘，或者是简单的一句，愿我的孩子平安健康，愿我的家庭和乐圆满。当我们在这里聚集了上百条、上千条的善念时，这个留言区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。这份充满爱与慈悲的能量，不仅能够庇佑你的家庭，更会跨越网络，回向给世间所有正在经历亲情痛苦的父母，给予他们重新出发的力量。种下善因，必结善果。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在亲情这场修行中修得圆满，收获平静。感谢你的聆听，这里是青灯古佛畔，陪你一起阅读成长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修行之路从来不是孤单的。如果在今天的分享里，你找到了一丝共鸣与平静，欢迎你点击订阅并关注我们，让我在这个修心悟道的旅途上继续与你结伴同行，为你带来更多温暖与治愈的力量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